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今天的人际关系好像变得越来越疏离了。社会学家说，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种所谓原子化的一个社会的时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一颗一颗孤立的原子，看似呢是在同一个空间的里面，但是彼此之间好像没有办法建立起真正的一种连结。我们知道原子再上层应该是什么？分子。学过初中物理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自然界本来是应该是以分子和分子的这种形式存在的。但是当这些分子里面的那些化学键彼此间的那种联络在瓦解的时候，最后就剩下了一粒粒的原子。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原本比如说大的宗族或者是其他的某些社会的方式把人和人之间连接在一起，但是今天的这个世界旧有的这种连结正在快速的瓦解当中。原来的宗族社会七姑八大姨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小家庭当中越来越少，原来至少还有一个三口之家，但是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多的都是单身的人，甚至对于成家立业对于传宗接代都并不是很感兴趣。今天的社会正在快速的进入到一种所谓的原子化的社会当中。那在这种状态的底下，人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利益，但是彼此之间的这种信任还有归属越来越少，彼此之间的联系都越来越少。我们看到今天这世界在年轻人当中，如果有一些东西能够把人和人连在一起，大部分是共同的兴趣爱好，比如说电游，或者是都喜欢同一个动漫角色，或者女性都喜欢同一款的护肤品。但是如果一旦没有这种兴趣的交集，比如说如果我想和一个年轻人建立关系，我就觉得特别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比如说他特别喜欢玩电游，但是我这个年代的人又不是那么喜欢玩电游，我就好像很难找到某些的跟他产生这种连接的方式。再比如说我们生活在伯明翰，在做看似非常多元的城市的里面，当你走在街上的时候，你看到身边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族裔。有人说在伯明翰有50%以上的都是由少数族裔组成的人口。比如说在这边我们可以有华人，有韩国人，有菲律宾人，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伊朗人，波兰人，南非人，数不胜数。我们共享同一片的天空，生活在同一个物理的空间当中。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感觉在我的身边好像很难进入到另外的一个族群的社会的里面。好像我身边主要的朋友都是华人，似乎在一周当中很多时间我甚至不用英文都无所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虽然我也有一些南非的邻居，或者是认识一些其他的朋友，可是好像我们之间的关系交集是非常的浅，然后好像很难真正的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当然他们也很难真正的完全进入到我们华人的生活当中。好像每一种族群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无形的墙在这个当中，每一个族群虽然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又被隔在一座座的孤岛当中。而且其实仔细去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即使是在同一个族群的内部，比如说同样都是华人，可是你可能也会观察到，似乎有一些华人他们并不太会和别的华人来往，他们又活在一个更小的小孤岛的里面。而且甚至是夫妻之间也可能彼此间已经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只不过说大家有共同的房贷要还，大家有共同的孩子要养，但是你说在精神层面大家有多少的交集，有多少的归属感，似乎并没有那么多。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处在一个不断的瓦解的一个原子化的世代当中，一个越来越分裂越来越孤立的世界。微观上是这样，宏观上其实更是如此。我们都知道最近的川普打响的全球的贸易战，原来的那种全球化的这种局势，那种世界的秩序也在一个濒临崩溃的边缘。所以今天我们该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能够因着福音活出一个与世界不一样的生命。因此我们在今年的第2个季度，我们开始了罗马书的这卷书的学习。今天特别是我想借着罗马书1章1到17节，我们来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我们合一的那个基石到底是什么？对于世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的合一，小小的合一，比如说有共同的兴趣爱好，都喜欢玩电游，或者是合伙人在一起要做一个生意，要一起赚钱，在某一个阶段也能够有一定的合一。但是我们都知道，那样的合一既不广泛也不长久。那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如何在基督里面靠着福音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合一，让我们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能够为福音做美好的见证。说到罗马书，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卷书的作者是谁呢？使徒保罗。他写信的对象是谁呢？在罗马的教会。那罗马的教会当时正在面对什么样的状况？在未来的3个月当中，我们会深入来看一件事情，他们之间其实存在一个暗中的分裂的问题，也就是他们当中的那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和外邦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在一个教会的里面，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过去的文化的背景，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甚至长相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如何他们在一个教会的里面能够来建造同一个教会？所以这卷书保罗在写给罗马的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就带着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心意。因为我们都知道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那对于保罗这样的一个宣教士来说，他非常知道这座城市在整个罗马版图当中的重要性，以及对于福音广传的重要性。因此他很想去拜访罗马的教会，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但是他在他去之前，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写一些的东西给那个教会，因为他知道那个教会正处在一个潜在的危机的里面。所以在这卷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在1到7节有一个问安，这个问安非常的有意思。这个问安当中，他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呼召。在那经文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所以保罗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他是使徒，并且是上帝呼召他来做使徒。那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身份。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被上帝呼召成为教会的领袖，都可以成为使徒。紧接着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第7节，这里当他指到这些罗马的信徒的时候，在第6节到第7节，他说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同样又出现一个蒙召，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不仅使徒保罗他是被上帝呼召的，那罗马教会的这些信徒呢，他们也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所以虽然同一个呼召，这两种的呼召的意思不太一样。一种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共同被呼召来成为圣徒。圣徒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之前有解释过，就是分别出来的，与这个世界不同的一群人。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身份，我们今天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不同的使命，我们在这个地上要为福音做见证。我们这样的一种被分别出来的身份，使得我们成为圣徒。圣的意思并不是说道德上有多么的完美，而是指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那保罗在这里就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福音呼召我们成为一个特别的群体，就是一个蒙召的群体。那在这个地方，保罗他也用非常精简的字眼来提到了福音的精髓。第2节他说，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也就是说，这福音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在保罗那个时代，而是在过去的旧约的圣经当中，其实上帝就已经借着众先知来反复预言所应许的一件事情。这福音的内容就是论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这边就提到2个层面，第一就是按肉体说，他是大卫后裔所生的，所以他是一个女子所生的一个人。但是在这里也强调大卫的后裔，也是在回应前面说是借着众先知所应许的，这是在整个旧约当中所预言所应许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还强调的是第4节，就是说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因为由女子所生这件事情并不稀奇，但是这个世界上以什么方式来证明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呢？如果你是上帝，
你差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你用什么方式来给他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证明，让世人可以信服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用的方式就是让他从死里复活。这边经文就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来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在这里就谈到说，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信主，我们都是被上帝呼召，我们不仅仅只是一个个体的人，而是我们被呼召成为一个教会，然后我们都是被上帝所爱，并且是奉召做圣徒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彼此之间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共同的身份，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在认识一个新的朋友的时候，不知道你的习惯是什么？我通常会问你叫什么名，你的老家在哪里，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如果是学生是学什么专业。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去了解一个人。但是这些都只是世上的身份，这些身份还不足以使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合一。那在这个地方谈到的是一种新的身份，是我们蒙召做圣徒。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要真正有一个深入的相交的时候，我们要彼此互相认识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只是停留在他叫什么名字，然后他是做什么工作的，而是我们需要知道什么，他是如何蒙召的，也就是说他是怎么信主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点，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有彼此更深的相交。虽然我们可能来自于不同的老家，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职业背景，可是我们都是被一位上帝所创造，我们也都是曾经走迷了路，但是也同样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和圣灵把我们能够重新又带回来，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是我们在一起生命真正的交集。可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问题，我们看法都不一样，别说政治观点或者是兴趣爱好，我们很多问题我们可能都会不一样。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在一起服侍当中，我们也会有很多问题，我们的观点看法不一样。就像夫妻在家里面，夫妻两个人会不会所有的观点都一样呢？肯定也不会，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共同的点在哪里？我们共同的点，我们合一的基础就是福音。不是因为我们有某些独特的政治的见解，不是因为我们在某些生活上我们有一些特殊的经验，我们的职业上有多么的光鲜，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如果你非常看重这个身份的话，把这个身份看作是你生命中最宝贵的一个身份，因为职业这个东西很可能会过去的，但是福音使你成为上帝儿女这个身份，是你和造物主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最看重这个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合一的基础。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每周主日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茶歇。在茶歇的时候，当我们一开始肯定是先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你做什么工作，有些最浅层次的了解。可是怎么样让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我想在茶歇的时候，如果有机会，你可以每个月至少多认识一个你过去不太认识的弟兄或者是姐妹，你可以多了解一下他是怎么信主的，或者他是一个慕道友，他现在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我想这个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有更好的合一。那不仅如此，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一个共同点，紧接着在第8到13节，保罗就在这里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福音它可以激发我们彼此联络和彼此的激励。我们知道保罗他其实从没有去过罗马，在当时他也还不认识罗马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可是他在这里说什么？他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上帝，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就是保罗虽然不认识这些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是他早就已经听闻有这样的一群可爱的弟兄姐妹在罗马这个地方。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上帝，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提到你们是指什么？保罗在为他们祷告。虽然保罗他们还没有机会认识这些人，可是他常常就开始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他说在祷告之间常常的恳求，他说有一天有机会能够照着上帝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他
他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把那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下面他说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一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当中那样。保罗为什么他这么渴望的要跟罗马的这些弟兄姐妹相交呢？当然保罗他这里也提到说，他不仅是想要和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也是希望能够和其他的说如同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保罗的这样的生命为什么会这样特别的？他说无论是希腊人、外邦的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个欠他们的债是什么意思？就是指福音的债。但是他说我对他们有一种上帝所托付给我们要给他们，但是现在还没有给出去。他就好像是一个信使，或者用今天话来说是一个送快递的，那个上帝已经把一个快递交在他的手中，可是他现在还没有把那个快递送到客户的手中，所以他说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他这么看待自己的身份，以及看待自己和其他的弟兄姐妹这个关系，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上面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上帝，是因为他要服侍这位上帝，也因着他和上帝的这些关系，使得他和其他的人之间产生了这样的关系。在这个原子化的时代，其实正是今天缺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超然的关系。很多弟兄姐妹都觉得我好像挺外向的，其实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如果你在20多年前认识我，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害羞的一个男生。就我其实真的有一点轻微的社恐，不太擅长和人交流。在我信主之前，已经读到大3的时候，我们班上一共就100多个学生，当时我们那个系比较大，可是其中我也只认识其中大概10几20个，更不要说其他院系其他年级的人，我通通都不认识，因为我很害怕去和陌生人交流。但是我信主以后，我就被校园团契挑战，打引号的逼迫，他们太热情了，就邀请我一起跟他们出去传福音。我之前也分享过，我很多次我都骗他们，我说马上有考试了，所以最近比较忙，所以我不能去。但是也不能每周都考试，所以有的时候还是碍于面子，不得不硬着头皮跟着他们一起去传福音。但是在传福音当中，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人比我更社恐。当我没有那么害怕去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当我能够去更主动一点的时候，俗话说得好，就是当你不尴尬的时候，尴尬的就是别人。我也发现其实有很多人很孤独，其实他们也会渴望有一个人能够主动的有勇气的来进入到他的世界当中。所以当我这么去做的时候，当然也遭过很多的白眼，遭过很多的误会。很多人一看我们去敲他们宿舍的门，他们就说我们不要耳机不要袜子，因为我们那年代特别流行上门去推销耳机袜子，他们以为我们是来推销这个。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也真的有好些机会能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慢慢的克服了原来我的那种恐惧和害怕，我开始能够去和陌生人打交道，能够去承担这样的一个主动性。最近转眼之间到了4月份，我到伯明翰也已经快来了2年。有一位弟兄，但他不是我们教会，但是他非常关心我们教会。他就有一次他很犹豫，可是他又不好意思能够当面对我说，我就鼓励他，就说出来，根据马太福音18章的原则。他最后纠结了半天，他就跟我说，他说的确对你有一些想法，我感觉好像你的生活能力有点差。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他说我观察你，我觉得到英国来这2年，你好像经常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要找人帮忙，所以他觉得感觉好像你的生活能力有点差。我真没想到会给人产生这样的一种影响。不过既然他能够这样勇敢的说出来，我觉得马上我要澄清一下。我说其实我是从上海来的。什么意思呢？你们知道上海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吗？上海人的文化其实就是不太想要麻烦人的文化。什么样的文化是喜欢麻烦人？通常在农村里面，因为市场不发达，可以明白吗？你要搬家，你要找工作，你要买一点什么东西，那可能都要找熟人来帮忙。可是在一个市场越发达的地方，就会有一种现象，你
需要什么事情你干嘛？你只要有钱，但没有钱是另外一回事。在市场发达的地方，你只要有钱，你可以获取绝大多数的服务。因为你找人帮忙，往往还要欠人情。比如说在上海搬个家，我就深有感受。如果我找搬家公司，可能就是小几百块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搬家公司会服务非常的专业。但是如果我找弟兄姐妹帮忙，可能活还不一定干得这么漂亮。最后你请人帮忙以后，你还要干嘛？通常也要请人吃饭，还欠了人情，这样子，最后你会发现还不如花那个钱。所以在上海就慢慢的形成这样一种非常冷漠的文化。很多的弟兄姐妹从外地到上海来读书，当他们跟我说，他们觉得说上海，包括我们在上海的教会，他觉得有点冷漠，这个让我当时很受伤。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教会，我已经觉得比绝大多数上海的教会都要彼此相爱多了。我觉得我们关系都很好。可是他就跟我说，他们老家的教会是什么样子的。我听了以后，我们的确是很不足，因为我们上海的弟兄姐妹之间的生活，大家都住得也远。坦率的说，因为房价太高，租金也很高，很多人都往郊区搬，所以要见个面都可能要1个小时朝上，有的可能要2个小时，不太容易。所以生活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其实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不想麻烦人。我们可以住在一栋大楼里面，在疫情当中，我就突然发现，我们那栋大楼20几层楼，好多邻居居然从来没见过。但是在封控期间，因着要做核酸检测，才发现我们楼里面居然住了这么多没见过的人。也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在22年突然市场因为封控失灵了，你有钱也没地方买菜了。所以那时候大家只能够抱团取暖，大家互相看看你有什么多的菜，有的人要换一换菜，或者大家要一起来团购，所以才使得非常短暂的那2个月，上海很多人都感觉好像回到了80年代的弄堂的那种生活，彼此间的关系突然又再次的热络起来。但是解封以后，一旦市场恢复了，大家又再次不太往来了。我当时就有个非常深的反省，耶稣他是怎么样做门徒训练的？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就发现耶稣和门徒之间是有非常紧密的生活相交的关系。他们不仅仅只是1个礼拜去会堂去聚次会见个面，或者来听耶稣上1个小时的课而已，他们是有生活上的交集的。但是坦率的说，对于现代城市，不管是2000万人口的城市还是100万人口的城市，其实都不容易。因为在城市里面，人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喜欢原子化的，关起门来，甚至跟隔壁邻居也不用有太多的往来。可是在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所提到的事情是什么？他非常的渴望能够和罗马的教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种相交的关系，渴望能够见到面，渴望在生活当中能够有交集。我想这种对于肢体的这种相交的这种渴望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当我来到伯明翰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个很深的一个立志，我要把我在过去在上海的那些基因全部都重新改写一下。我就希望我能够想尽各种办法，能够和在伯明翰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生活上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连接。而且其实我想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属灵生命的操练。因为其实牧师通常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牧师是一个你最容易向他求助，但是他最不容易向你求助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比如对我来说，如果教会有弟兄姐妹找我帮忙，如果是我能做的事情，我通常都特别开心。但你找我修车，我可能不行。但是大部分事情，你有什么事情找我，我会非常乐意帮忙。这种帮忙其实是有人的一些软弱在这里面。是什么？就当有人找你帮忙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有价值。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要去求人帮忙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你比别人要弱一点。这是我们人的这种骄傲。所以我祷告之后，我觉得我一定要克服这个点。上帝要帮助我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长，我要学会示弱。所以你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我来了这2年，我试了很多弱，但是幸亏这个弟兄能够有勇气直接跟我说出来，让我跟他澄清一下我的这个心路历程。他听完以后，他就明白了，他说原来是这样。他说幸亏我们今天能够这样的坦诚的交流一下。其实对我来说并不容易，这个示弱的过程或者求助的过程，但是也很感恩，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和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有机会建立了更多的连结。而这个正是福音所要带来的一种转变，
就是我们作为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家里的人，我们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名义上我们是弟兄姐妹，而是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是能够有这种相交的关系的。那但是在我们进入到这种相交的当中，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会慢慢发现一个很现实的点，就是我们是如此的不同。一开始你觉得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应该是很容易相处的，但是相处你就会发现好像我们又挺不一样的。很多时候一个非常性格积极的非常正面的一个乐观的人，很容易和一个相对性格比较悲观的比较负面的人彼此吸引。你们观察一下你们身边的夫妻的组合，当然不是绝对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状况。内向的人往往被一个外向的人吸引，外向的人同样也会被这个内向的人被他那种安静的气质所吸引，就是异性相吸。可是真的结了婚以后，慢慢就会发现我们是如此的不一样。那个乐观的人常常会觉得悲观的那个人怎么这么麻烦，怎么事情想这么多，可能没有必要，我们要有信心。那个悲观的人又会觉得那个乐观的人怎么样，怎么这么幼稚小问题，怎么这么不负责任。这很多事情你要提前计划，你要想清楚才可以，不然你到时候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怎么办？你这就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表现，就开始彼此的指责。其实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相处也是一样的，刚刚来大家在教会里面彼此认识的时候，肯定也会有一种光环效应，我们都是信主的，我们觉得我们跟世界上人很不一样，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彼此相爱。可是当我们真的开始彼此相交的时候，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我们在性格上，我们在价值观很多问题上，我们可能都不太一样。这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很多的分歧。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知道当时在罗马教会，那些犹太的基督徒和外邦的基督徒，他们正碰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是他们的背景太不一样了。我们知道罗马的教会最初是谁建立的呢？是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因为这个是第一批信主的，正如在罗马书的1章的16到17节所说，他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先是这些犹太人信了耶稣，这个并不是说是一个什么优先顺序，而是指福音传播的一个历史的顺序。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主要就是在犹太人当中，所以耶稣也是在犹太人当中所生，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顺便说，很多人都会说，那我们中国人在圣经里面在哪里？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中国人？你们有朋友问这个问题？其实圣经里面是有出现的，就在罗马书的第1章，他就在说到什么？他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中国出现在哪里？就出现在万国之中，万国之中也包括中国。 OK， 所以当时犹太人先信主，然后福音再传到那犹太人到了罗马，显然他们的福音也开始传给罗马的这些希腊人，或者说这些外邦人。但是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有个皇帝叫革老丢，在他的这个年间，他非常的讨厌那些犹太人，他就下令要驱逐所有的犹太人。在这个情况下，就当时罗马教会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犹太的信徒，可是他们虽然是信徒，可是他们的种族是什么人？还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就和其他的犹太人一起被驱逐了。所以现在这个教会里面早一批的带领者都不见了，现在只剩下了那些外邦信徒。那这些外邦信徒当然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就形成了第2代的教会，或者说也形成了第2代的教会的领袖。革老丢死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之前犹太人不许进罗马这个禁令又被取消了，所以当中也有一些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就开始重新回到了罗马教会。但是回到罗马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发现突然之间教会的文化完全不一样了。你可以想象，就好像在英国之前是一个英国教会，后来来了好多中国人，有一天什么原因英国人都走了，后来英国人又回来的时候，发现中国人鸠占鹊巢，怎么这个教会都变成了你们的人了？那就是我们英国的传统感觉都丢掉了，都换成了你们中国人的文化和传统了。你们竟然教会开始过春节，这是什么状况？所以在当时教会里面，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写作的风格。他通常一段的经文是在教导这些外邦信徒，比如说先指出外邦信徒他们的罪，话锋一转，又有一段的经文开始指向这些犹太的信徒，指出这些犹太信徒他们的罪是什么。
他一段的话是在讲这些外邦信徒，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可能常见的误区是什么？他又有一段话在讲这些犹太信徒，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常常会有的误区是什么？最后一直到了罗马书的第14章，你会非常明显看到最后保罗在收网，然后他要谈到说我们如何在福音的真道上，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彼此的接纳，然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身体。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要说的。在罗马书的16、17章这里，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实在是太宝贵了。因为人和人之间，但凡不要变成是一个互不相干的原子化的社会，其实最终上帝的方式就是借着福音把我们重新的连接起来。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是借着宗族、借着血缘、借着姓氏把一群人连接在一起。在现代社会是通过政府、通过军队、通过警察、通过法律把一群人强制的凝聚在一起。可是真正要把人心聚在一起，要靠什么？就是靠福音。保罗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里的希腊人它其实是一种指代的说法，就是以局部代替整体，就是这里的希腊人就是指所有的外邦人。然后他说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请留意这里这个关键词，就是上帝的义。因为这个经文是我们理解接下来罗马书的后面1到3章的经文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谈到神的义。因为紧接着到了1章的18节到第2章、第3章，他其实都在谈什么？谈人的不义。然后到了第3章20节以后，他谈到说上帝如何借着信耶稣基督把上帝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上帝的义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在这里保罗特别的要强调神的义，在谈到福音的时候呢？因为什么是破坏合一的最大的元凶？就是人的自义。比如说在耶稣的时代，那些犹太人当中，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无法接纳那些妓女和税？就是因为他们的自义。而自义的种子是从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就开始，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来分别善恶，每个人都自以为是。而自义这种状况使得所有的族群都会分崩离析。小到夫妻，如果夫妻2个人在所有的矛盾、在所有的冲突上都有那种自义的心态，会怎么样？一定会非常的争吵。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跟小玉我们2个一起出门，我们在开车的路上，我想从博大门口那条路走，小玉觉得从Sainsbury那边走更快。你说谁对谁错？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谁对谁错，但是如果我们2个都很自义，我们就会为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争吵不休。但这是虚构的，我们并没有为这个事情吵过，但是我们为很多别的事情吵过，但是类似，我们都会觉得自己的看法是对的。然后怎么样才能够去掉这种自义呢？就是要靠神的义。我们再举个例子，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曾经也陷入到一个原子化的时代，就是在士师记的时代当中，还记得吗？这12个支派全部一团散沙。然后士师记的作者是如何解释当时他们为什么会这种处境呢？他说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或者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种自义就使得我们每个人谁也不用听什么事实，什么这些我们都不听，我觉得我就是对的，那这个社会就完蛋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特别的要强调上帝的义。紧接着他在18节之后就开始要谈人的不义，就是要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人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自义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非常有限的人，所以我们都是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要高举的不是自己的义，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要高举的是上帝的义，也只有上帝的义使我们能够胜过这样的分歧。在教会里面其实真的有很多的容易产生分歧的时候，教会的领袖的性格可能各不一样。我之前也举过例子，我和上海另外一位长老，我们的性格就非常的不一样。我和其他的同工其实也有很多不一样。这些年我一直有一个同工跟我一起配搭，她是一个姐妹，她是一个非常保守和传统的姐妹。我的意思是说，她是能够把教会所有的传统都保持得非常好的一位姐妹。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她都知道我们过去是怎么做的，
他也会觉得应该继续这样做。可是偏偏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又是一个特别喜欢创新的性格，我总觉得时代在不停的进步，我们应该要去尝试新的做法。所以在一起同工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经常就会有这种张力。我跟他说，现在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么做，他说我们过去都是那么做的，怎么办？如果我们两个都很自意，那我们早就教会就分裂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足，在对方的弟兄姐妹身上都会有一些比我要强的地方，我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可以像一个拼图再拼在一起。比如说莹莹的那个姐妹的帮助，其实她就常常好像拖住我，让我们上海那个教会不至于变得太快，让很多人都受不了。但是也因着我的贡献，使我们那个教会不至于就老是原地打转，或者是刻舟求剑。所以你说我们两个在一起其实都非常的重要，这样的不同的性格，加上后来新来的那个长老，其实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彼此之间的看法，你说真的谁对谁错？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不是违背圣经的绝对的真理的话，大部分的问题没有那么谁对谁错。比如说诗歌的问题，在很多教会都很普遍，我们是应该唱新的诗歌，还是应该唱传统的诗歌？那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喜欢传统诗歌，因为传统诗歌的歌词特别的优美，对不对？可是也有很多年轻人就喜欢现代风格的这样的一些诗歌。那你说，如果这两批人在一起聚会该怎么办？有很多教会最后就分成年轻人的一个教会，年长的一个教会。那如果照这么分下去，那教会真的倍增的速度还挺快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的欣赏，我们能够求上帝来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我们教会当中就可以有那些传统诗歌的那些积累，但是我们也有现代音乐的这样风格，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接触起来，不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吗？包括讲道的时间，现在已经47分钟了，我很紧张。你们都知道我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我讲道的时间太长了，我希望今天能控制在50分钟之内，还有3分钟。可是坦率的说，我收到很多不同的反馈，有的弟兄姐妹说希望牧师你的时间能够短一点，因为小学生上课他们的注意力只有45分钟。也有人说牧师我希望你时间还是长一点，因为我们好不容易大老远来聚会，才讲这么一点时间，我们要回去，尤其在上海，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1-2个小时，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到教会来，所以有不同的需求。的确你说我们的注意力很有限，是不是？是真的，学校真的是45分钟一节课，可是学校一天有那么多节课，他1个星期有5天，可是教会我们1个星期只有那么45分钟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好矛盾好纠结。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一个共同的处境，但是我们需要学习彼此的包容和彼此的接纳。对我来说，我也要学习把讲道的时间能够控制得越来越短，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彼此的接纳，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上帝的信实，以至于我们能够来信赖这位信实的上帝。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圣经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能够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分崩离析的世代当中，我们真的看到无论是小家庭还是整个社会，都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和分裂。真的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身边有许多人都生活在一种极端的孤独的里面，无论是年老的人还是年幼的孩子，或者是青少年，或者是那些年到了中年苦苦挣扎的人，主啊，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一种孤独的一种苦境的当中，似乎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也没有人关心我们。但是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关心我们，因为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并且你要把我们重新的招聚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能够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学习如何彼此相爱。主啊，这不是我们旧有的生命所会的东西，但是这却是你的圣灵如今在我们的里面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全新的带领，一个全新的呼召。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抵挡福音的一个文化的世代当中，我们能够来学习如何彼此相爱，能够为你的福音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